我穿越成了修仙界最遭人唾弃的渣男，而我的老婆竟然是高高在上的无敌女帝。过去3年，她对我千依百顺，予取予求，我却仗着她的宠爱在外面飞扬跋扈，得罪了无数名门正派，还经常辱骂她。所有人都以为我会一辈子吃软饭，可就在昨夜，域外魔族突袭了九幽地宫，女帝为了逼退魔族，落得个修为尽毁，沦为了一个连凡人都不如的废人。曾经得罪过的仇家瞬间包围了我们，所有人都等着看我如何残忍地抛弃她，连女帝自己都心死如灰，等待我的背叛。可他们殊不知，此时的我早已换了灵魂。我不但没有为了荣华富贵出卖女帝，反而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举动。就在前些天，我死死按着快要炸裂的太阳穴，喘着粗气，冷汗浸透后背，无数记忆强行塞进脑海。原来我穿越到了这个极品软饭渣男身上，眼前是由极品灵域铺就却布满沟壑的广场，空气中弥漫着尚未散尽的刺鼻焦糊味。守护地宫数千年的大阵已经彻底碎裂，我忍不住在心底暗骂：这是什么地狱开局？原主作恶多端，如今最大的靠山却倒了，那些曾经被欺压过的人岂不是要生吞了我？我下意识抬起头看向大殿中央那个身影，那是一个美到令人窒息却凄惨无比的女人，她就是我的妻子九幽女帝楚清月。一袭白裙如今却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，绝美的容颜惨白如纸，没有一丝血色，那双曾经璀璨的眼眸此刻却死寂冰冷。其实没人知道楚清月并没有完全废掉，只要她愿意，随时可以燃烧地血重返巅峰，但因为3年的卑微付出换来的只有冷漠，她的心早就死了，只想装作彻头彻尾的废人。她想看看失去利用价值后我会多丑陋，只要我说出抛弃她的话，她就能太上忘情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尖锐刺耳的声音打破寂静，说话的是地宫外门大管事赵明，这条往日里恨不得舔我鞋底的老狗，此刻却趾高气扬地看向我，满脸鄙夷贪婪。他狂笑着说：楚清月如今连凡人都不如，山下2大宗门联手，马上就要攻上来了。他掏出一枚储物剑，让我亲自绑了楚清月，只要把她交出去，不仅饶我狗命，还有灵石。此话一出，大殿内残存的弟子都看向了我，他们认定我这个软骨头绝对会出卖女帝。玉阶上的楚清月也是睫毛微颤，死死盯着地，她体内压抑的恐怖灵力随时准备爆发反噬，只等我开口求饶，她就将这虚伪的一切撕碎。然而时间流逝，大殿里没有传来我的求饶声。赵明见状不耐烦的冷笑说：我少在这装深情。他一边迈着嚣张的步伐伸手要来抓我肩膀，可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我就狠狠甩出一巴掌，一声清脆的耳光犹如炸雷般在大殿响起。赵明像断线风筝被我抽飞，重重砸在断柱上。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，就连准备迎接背叛的楚清月也错愕抬头。我用看死人般的目光冷冷盯着地上的赵明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指着我的女人大呼小叫？我转身在一道道震惊的目光中走上冰冷玉阶，来到楚清月面前，看着她凄美心碎的模样。作为男人，看到如此绝代风华跌落凡尘，我的心脏本能的抽搐怜惜起来。楚清月以为我要动手绑她，嘴角勾起冷笑，可下一秒我轻轻解下身上的极品冰蚕外袍，稳稳的轻柔的披在她单薄冰冷的肩膀上，感受到久违的温暖。她如遭雷击，僵在原地，呆呆的仰起头看着我，满是坚定温柔的脸。我微微弯下腰，用只有我俩能听见的声音说：以前是我混蛋没护好你，但从今天起，只要我陆渊还有一口气在，谁也别想动我妻子一根头发。这句话如重磅炸弹狠狠砸在楚清月心头，原本准备毁天灭地的金色神芒硬生生溃散。她死死咬着下唇，眼眶毫无征兆的红了，她原本死掉的心竟可耻的重新跳动了一下。就在这时，大殿外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狂笑，一股金丹期强者的恐怖威压轰然降临大殿。血煞门长老带着人满身杀气踏入大殿，他扬言要送我们这对苦命鸳鸯一起下黄泉。强烈的杀意瞬间锁死了我这炼气期废物，但我连退都没退，深吸一口气将他护在身后，顺手抄起一截断裂的青铜烛台，死死握紧。既然说出了那句话，就算是死我也要死他前面。而在我身后被外袍紧紧裹住的楚清月，看着我并不宽阔甚至有些单薄的背影，一滴璀璨的金色地血在经脉中悄然燃烧。就在这时，金丹期强者的威压轰然降临，对于我这种炼气期的小菜鸟来说，这股压力简直就像是天塌地陷一般恐。血煞门长老薛厉冷笑着踏入了大殿，他每走一步，脚下的极品灵域都会碎裂，实质般的血色煞气化作狂风横扫全场。大殿内残存的纱幔瞬间被撕成了粉碎，我首当其冲，只觉得背上压了一座大山，体内的炼气灵力在这股力量下瞬间被压困，膝盖里传来一阵阵骨骼不堪重负的悲鸣，剧烈的痛苦让我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冷汗顺着我的脊背像瀑布一样狂涌。但我死死咬着牙，用青铜烛台撑住地面，即便双腿颤抖的厉害，我也硬是没有跪下。我不但没跪，反而将楚清月护在身后，将她整个人都挡得严严实实，密不透风。薛厉那浑浊的老眼里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后这惊讶又化作了浓浓的嘲弄与不屑。他觉得一个吃软饭的垃圾户主很搞笑，简直就是这天底下最滑稽可笑的事情。一名血色劲装的弟子在此刻跳了出来，他筑基初期的修为在场中展露无遗，轻蔑地拔出长剑指向我的心窝位置，威胁说要一剑杀了我，拿肉去喂野狗。被我挡在身后的楚清月微微垂下眼，他那被外袍裹住的指尖已经凝聚法则，这股金色法则足以让整个天地都变色。他太清楚大境界之间的鸿沟有多么深。此时的我不过是被酒色掏空的炼气期，对方只需要一道剑气就能把我搅成碎肉。他在心里自嘲我能站出来已是奇迹。接下来他猜测我可能会开口求饶，或者被对方一剑穿心结束
出这荒唐一生。谁知想到我会死，他竟然感到一阵烦躁，即便要承受万箭穿心的反噬，他也要出手，绝不容许血煞门的杂碎在这里放肆。然而就在他即将解开封印的一瞬间，我却突然对着那些敌人放肆的笑了。我缓缓抬起头，脸上还沾着照明的鲜血，眼睛里透出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疯狂。既然你们想要他，那就踏过我的尸体。话音刚落，我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，我没有防守，也没有逃跑，而是发出一声怒吼，双手死死握住那节沉重的青铜烛台，迎着那筑基弟子的剑锋主动冲了上去。对方顿时勃然大怒，觉得我简直是找死，区区练气期也敢向筑基期挥动兵器。长剑挽出一朵森寒剑花，直刺我的心口。楚清月的瞳孔骤然收缩，准备瞬间爆发。可就在剑锋即将贯穿我的一刹那，我拿出了现代街头搏命的极致狠辣。我不退反进，在毫厘之间猛地扭动身体，冰冷的剑锋偏离心脏，刺穿了我的左肩，鲜血瞬间染红衣襟，疼得我眼前发黑。但这一招以伤换伤，正是我想要的结果。我在长剑贯穿身体的同时向前一步，任由剑刃在骨肉里疯狂摩擦，发出声音，这让我成功拉近了两人之间的死线。那筑基弟子彻底懵了，从未见过这种打法，这分明是市井无赖不要命的同归于尽。他刚想抽剑后退，却发现已经太晚。我强忍左肩剧痛，右臂青筋彻底暴起，抡起青铜烛台，带着破风声狠狠砸下。沉闷的撞击声伴随着骨裂声响彻大殿，对方的护体灵光被我全部暴力砸碎，整个人犹如一滩烂泥横飞出去，生死不知。全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之中，只有鲜血顺着我的伤口滴落在地板上。我竟然用凡人的狠劲越阶重创了修仙者，这种野蛮惨烈的打法颠覆了所有认知。血煞门长老薛力爆发出雷霆般的怒吼，他觉得堂堂金丹门生被秒是奇耻大辱，他怒发冲冠，伸手凝聚出一只血色巨手，带着毁灭一切的威压朝我头顶拍下。面对金丹一击，我知道自己是真的完了。我苦笑一声，觉得英雄救美确实挺难，但我没有回头，而是张开双臂护住清月，试图用身体帮他挡住更多的冲击波。就在血色巨手即将把我拍碎的瞬间，楚清月看我的背影闪过极其复杂的情绪，他竟然感觉到了一丝不愿承认的心疼。随后他悄悄伸出手指，朝虚空轻轻一点，金色涟漪划破空间，撞向血手的核心。半空中气势汹汹的血手竟然直接解体，化作漫天血气，在这大殿中彻底溃散。恐怖的反震力撞在薛力胸口，让他吐血。他连续倒退了10几步，眼里全是惊骇，根本想不到是怀中那个废人女帝出手，他只当是大殿残存阵法触发了防御。看着周围灵气乱流，他脸色阴晴不定。薛力忌惮地看了我们一眼，咬牙离开。他想等阵法灵力耗尽再来找我们算账。危机解除后，大殿内再次恢复了死寂。那些叛徒怕被阵法波及，赶紧逃之夭夭。我手中的沉重烛台终于当啷一声落地，我的脊背瞬间佝偻下去，伤口触目惊心，鲜血将我半边身体染成了暗红颜色。我剧烈喘息着，眼前发黑，快要站立不稳，但我还是强撑着转过身去看他的脸。看着站在原地呆呆注视着我的楚清月，他脸上见到一滴鲜血，显得格外凄美。我强忍钻心剧痛，踉跄走到他的面前，用颤抖的右手笨拙地替他擦去血迹。我虽然笑得惨淡，但眼神却无比明亮。我说过会护着你，只要没死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话还没说完，我就直挺挺朝着他倒下。楚清月下意识伸出双手，将我紧紧接住。我的身体很重，带着浓烈的血腥气息，鲜血染红他的内衫，让他感到心在发烫。他从未想过会有人用血肉之躯护他，只有我这个被他认定的渣男做到了。他眼里滑落，泪珠滴落在我的脸颊上。随后他环顾四周，目光变得冰冷深邃。他伸出玉指点在我的伤口处，动用生命法则，我深可见骨的伤口竟然奇迹般的复原。但他很谨慎，只治好内伤，留下了皮肉伤。做完这一切，他重新变回柔弱的样子，架起我的手臂，带我走向后山的密道。冷风吹拂着他那已经凌乱的长发，他看着我昏睡的脸庞，嘴角微微勾起。他说想装深情就给我一个流血的机会，他要看我这凡人之躯能为他撑到几时。夜雨如注，狂风怒吼，冰冷的雨丝无情拍打着破败的山神庙。我费力地睁开沉重双眼，只觉得浑身骨头仿佛被拆开重组，尤其是左肩那道贯穿伤，稍微移动便牵扯出钻心的剧痛。我挣扎着坐起身，打量着四周的环境，神台上的神像早已斑驳脱落，冷风顺着破败窗棂灌进来，呜呜作响。我竟然在那种必死局下活了过来，看来是地宫大阵回光返照救了我一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着自己满是血污的手，我自嘲一笑，并未怀疑身旁的妻子。我转头看向神台下方的一处干草堆，楚清月正蜷缩成小小的一团，她身上裹着我那件沾满血迹的外袍，青丝凌乱遮住了那张惨白的侧脸。看着曾经无敌的女帝沦落至此，我心底不可遏制地泛起阵阵酸楚。我咬牙强忍剧痛，在角落劈碎烂木板。跳跃的火光驱散了破庙里的阴冷，我脱下仅剩的内衫，在火边烤得温热，轻手轻脚地走到他身边，盖在他身上。我还细心地替他掖好了内衫边角。我对着他的睡颜轻声许下承诺，明天一早就下山找活干，给你买药。此时我没注意到楚清月已经醒了，深邃眼眸里倒映着我瑟瑟发抖的背影。他看着我用体温烤热的破旧内衫，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慌乱和滚烫。他在心底复杂地问我到底图什么？如果这是苦肉计，那代价也未免太大。他竟然有些不忍心拆穿我的假象。就在这时，破庙木门被人暴力踹开，3个满脸横肉的散修大摇大摆进来，他们是这一代杀人越货的亡命徒。刀疤脸首领死死盯着楚清月的脸，他眼中爆发出饿狼般的贪婪光芒，这股绝代风华让这3个散修看呆了。瘦猴散修认出我就是那个软饭男，他狂笑着说，天鹅肉竟然掉到嘴里，既然女帝成了连凡人不如的废柴，他们就要尝尝当这大帝君的滋味。刀疤脸拔出大刀，一步步向我逼近。楚清月眼底闪过冻结虚空的死寂冰寒，这种蝼蚁竟敢对他说出污言秽语。他指尖在袖袍下悄然凝聚地境法则，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将这3人抹杀。就在他准备弹指杀人的那一瞬，我这个浑身是伤的人再次挡在他身前。我反手抓起一根烧红的木柴，
柴指着他们，声音里透着一股令人胆寒的戾气，那种要咬下对方几块肉的疯狂眼神，让正准备出手的楚清月当场愣住了。一股强烈的护短情绪在他心底蔓延，这3个恶心蛆虫竟然敢威胁他的男人，除了他谁也没资格让我再流一滴血。他悄悄收回了那道毁灭法则，反而抓着我的衣角颤声喊着：“夫君，我怕！”我只觉得有一股热血直冲脑门，虽然打不过，但这绝对不能再次退缩。我安慰他说：“闭上眼睛，很快就结束。”我握着木柴发怒吼，冲向刀疤脸。刀疤脸狞笑着举起大刀对我脑袋劈下，我重伤之下根本躲避不及，打算拼命。就在大刀即将劈中我额头的一瞬，楚清月在背后无声吐出了一个跪字，言出法随，让整片天地都产生了共鸣。地面诡异凹陷，让刀疤脸直接跪地，他脑袋砰的一声磕在地上，当场晕死。我举着火柴看着这一幕，整个人都懵了。兽猴散修大怒，甩出10几根淬毒飞针。楚清月在背后眼神慵懒地说了声破，诡异阴风倒灌，将飞针原路吹了回去。兽猴惨叫连连，无脸倒地，彻底没气。最后那个胖散修直接被吓得屁滚尿流，他以为遇到了扮猪吃虎的元婴大能，在疯狂磕头后，连滚带爬地逃出破庙。整座破庙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我拿着木柴站在原地，足足愣了半天。我难以置信地举起双手左右查看，心想：难道我穿越的金手指终于到账？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霸王色霸气，竟然连风这种东西都能被我控制。我挺直腰杆，感觉伤口都没那么疼。我拍着楚清月的后背说：“娘子别怕，有为夫在，这些宵小根本近不了身。刚才他们全被我的气场直接震碎。”楚清月挂着泪珠，满眼崇拜看着我，她在心底忍着笑，配合我的嚣张表演。我哼着小曲，把那些尸体都拖了出去。楚清月脸上的柔弱在瞬间消失殆尽，她站起身，让火光都受到恐怖压制。她用玉指轻捏碎了百里外的追踪骨，冷笑着说：“明天一早就灭了血煞门，这就是触碰她男人必须付出的代价。哪怕我是个废物，也是她一个人的。她要看我这凡躯能为她流多少血，也要看我这大道里能讲出多少花样。”我清晨在破庙醒来，发现浑身伤口竟然奇迹般结痂了。看着身旁熟睡的娇妻，我决定为了她去单挑整个血煞门。我不但摸走了散修身上的剧毒飞针，还准备好了简易鬼雷。可当我狂奔2个时辰赶到血煞门驻地时，我整个人都傻了。原本高耸入云的山峰，连同整个宗门竟然彻底凭空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方圆数十里深不见底的恐怖巨型天坑。我嘴巴张得老大，甚至怀疑是不是老天爷打了个喷嚏。难道我昨晚不仅觉醒了霸王色，还觉醒了因果律攻击？仅仅在心里想了一下，就让一个3流大宗门灰飞烟灭了。我不仅没有害怕，反而忍不住想仰天长啸，自己真是太牛。我还顺手捡到了宗门门主掉落的极品储物戒指，殊不知这一切其实都是我那废人老婆在背后偷偷帮我。她只是随手一划，就让800里外的血灵风化为了虚无。当我兴冲冲回到破庙，向她炫耀自己一念灭宗的神迹时，她竟然还在我面前演戏，装出一副崇拜我到极致的样子。就在这时，天极剑宗的高手却杀上门来，叫嚣着让我们受死。其实这事儿还得从我那惊人的恢复力说起。清晨破败的山神庙外，几声清脆鸟鸣划破了寂静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像是一头警觉的猎豹般坐了起来，下意识地摸向身边那根昨晚用来当武器的半截胶木，直到确认周围没有任何危险逼近，我才放松了紧绷的神经。左肩那种深可见骨的贯穿伤，今天竟然已经结了后甲，连挥动手臂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，简直太不可思议。我有些纳闷，自己这具身体的恢复能力为何如此强悍。随即我就把这一切都归结于昨晚觉醒的隐藏金手指。既然连言出法随这种事都能做到，恢复点皮肉伤算什么？想到这里，我的嘴角忍不住疯狂上扬，感觉自己就要无敌。我转头看向不远处铺着干草的角落里熟睡的楚清月，清晨微凉的晨光透过破屋顶洒在她那绝美的侧脸上，这画面简直像极了睡美人，让我心里涌现出一股决绝。昨晚那几个散修的出现，给我敲响了震耳欲聋的警钟。这里距离九幽地宫只有800里，强敌随时都可能追来。血煞门和天极剑宗的人恐怕已经开始在附近搜山了。我那金手指时灵时不灵，万一面对金丹老怪卡壳就惨了。现代人的生存法则告诉我，最好的防守其实就是进攻。血煞门那个金丹老狗昨天那一巴掌，差点把我的骨头拆了。今天我必须得去给他们送点像样的大礼，让他们长长记性。我轻手轻脚起身，走到那2具散修尸体旁，忍着恶心搜身，从他们身上摸出了10几根淬了剧毒的飞针和不少毒粉。我还从破庙后院找来几根削尖的硬木棍，准备做点陷阱。我回头看了一眼熟睡的清月，小声说句为夫去就会，随后毅然决然地转身踏入了清晨那白茫茫的薄雾之中。我打算摸到血煞门驻地外围，利用现代知识制造鬼，只要先阴死几个巡山弟子，制造混乱就能拖延搜山速度。可我压根不知道，就在我离开后，他却缓缓睁开了眼。他那双犹如深渊般古井无波的眼眸中满是清醒的神色。他慵懒地坐起身，任由我的外袍滑落，露出一大片雪白肌肤。他看着我离开的方向，发出一声带着傲娇和无奈的冷笑。昨晚我说要护着他的时候，血煞门在他眼里就已经死了。九幽女帝要护着的人，就算是上界仙尊来了，也得把命留下。他缓缓起身，赤着玉足踩在冰冷地面上，抬起那纤细手指，遥遥指向了800里外那座高耸入云的血煞门主峰。他说我的男人只需要站在背后看戏就好，不需要去断后。那群脏东西甚至连出现在我面前的资格都不配拥有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他的双指在虚空中极其随意地向下一划，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，也没有撕裂苍穹的恐怖巨响声，只有一道细如发丝的金色剑气无声无息地从破庙掠出，瞬间跨越800里空间，犹如死神镰刀般切过了整座山峰。做完这一切，他看都没看结果就重新躺回干草堆睡觉，而我此时还在山林里汗流浃背地狂奔了足足2个时辰。凭借着原主记忆，我终于摸到了距离血煞门不远的地方。我心里极其忐忑地预演了无数种偷袭巡山弟子的方案，可随着距离拉近，我却感觉到了一种极度诡异的安静。原本鸟语花香的山林里，此时竟然连一声鸟叫都听不到。别说巡山弟子了，就连
一只活着的野兔子都没有见到过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且极其恐怖的焦灼气息，仿佛整片天地都被放进火炉里狠狠煅烧过一样难受。我咽了口唾沫，握紧手里淬毒木棍，小心翼翼探出了脑袋。可映入眼帘的景象却让我瞬间如同被雷劈中般彻底石化。我手里的独木棍掉在地上，嘴巴张得老大，眼睛都快凸出来，哪里还有什么血灵峰和连绵不绝的宏伟宗门建筑群？前方只剩下一个方圆足有数十里大的平整巨型天坑，整座山峰连同地壳都被一种开天巨剑般的姿态抹除了。坑里没有尸体，也没有废墟，更看不到半点鲜血的痕迹。在那恐怖高温和杀伐法则下，几千名修士全被气化消失。深坑底部的岩石被彻底晶体化，折射出令人胆寒的光芒。残存的金色剑意让我在10里之外都感到灵魂在不断战栗。我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大脑直接陷入长达半分钟的死寂，心想这到底是天灾降临，还是哪位神仙打架路过这里？随后我脑海中闪过一个极其荒谬却又很符合逻辑的念头。我昨晚面对那几个散修时，心里爆发出极其强烈的杀意。我当时还在心里诅咒要让血煞门这帮杂碎彻底灭门。难道我不光觉醒了霸王色，还觉醒了言出法随这种神技？只要我情绪激动，无意识发动大招，就能一念之间灭宗。我猛地跳起来，爆发出一阵狂妄到极点的大笑声，响彻山林。老子就知道穿越者怎么可能只是一个练气期的废物，原来我竟然是那种被动触发的因果律武器级别的超级大佬。血煞门这帮人太不经念叨，我随便想一想他们就全都没了。此时我彻底陷入了疯狂的自我攻略中，觉得那是我的气息。我壮起胆子走到坑边，发现一块巨石上躺着个血色戒指，在这场毁灭打击中，它竟然奇迹般保存下来，绝对是爆装备了。这肯定是血煞门门主的储物戒，里面绝对装满了宗门底蕴。我捡起戒指，在衣服上蹭了蹭泥土，心里美的简直快要上天。一个宗门的遗产肯定能换不少好药，治好我老婆的怪病。我收敛了刚才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脸，转身往破庙狂奔。我气喘吁吁地冲进庙里，大喊大叫，问楚清月醒了没有。楚清月装出一副柔弱不堪的样子，问我去哪了。他好害怕，我兴奋地拉住他的小手，挺直腰板，一副睥睨天下的模样，告诉他以后再也不用担惊受怕，因为我觉醒了无上神通。我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自己昨晚一念之间灭了整个血煞门，现在那里只剩下个大坑，所有坏人都被我扬成了灰烬。楚清月看我吹牛逼不打草稿的样子，心里简直笑开了花，表面上却得装成崇拜的小迷妹，夸我这个夫君真厉害。我大方地把那枚血红色储物戒拍在干草上向他炫耀，可我这个练气期根本打不开金丹期修士设下的禁制。就在我尴尬的想抠出30亿听的时候，他悄悄帮了忙，他随手一摸就抹平了禁制，还装作戒指根本就没锁住。我心中大定，觉得这戒指果然也是被我无敌气场震坏了。正当我们一个狂飙演技，一个疯狂装逼时，外面却传来了响动，一阵整齐划一的脚步声伴随着浩然正气的剑意瞬间降临。天极剑宗执法堂的高手在外面叫嚣着，让我们滚出来受死。我刚刚还不可一世的表情瞬间凝固在了那张老脸上。楚清月此时却在黑暗中露出了一抹森寒无比的恐怖杀机。天极剑宗这帮人居然敢在这种时候来打扰本地的好戏，既然他们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女帝我今天大开杀戒。天极剑宗执法堂在此，里面的魔修还不速速滚出来受死。这道清冷孤傲的声音夹杂着凌厉剑意，如同9天惊雷般在破旧的山神庙外猛然炸响。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木门瞬间化作漫天碎屑。庙外的细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彻底停歇，7、8名身穿月白剑袍的修士正踏着飞剑悬浮半空，为首的老者须发皆白，背负一柄紫光流转的古剑，他正是天极剑宗执法堂的首席长老剑无痕。拥有半步元婴修为的他此刻脸色极其凝重，甚至他那握着剑诀的右手都在微微颤抖。就在半个时辰前，他目睹了血灵峰被抹平的神迹，那种高高在上视万物为刍狗的毁灭法则，绝对是超越了元婴甚至化神的无上存在所。他们顺着空气中那一丝微弱气机追踪到了这里。我刚才还在为拿到储物戒而感到狂喜，听到天极剑宗4个字后，我的表情微微一僵，但紧接着我不仅没有慌乱，反而嘴角疯狂上扬，眼中爆发出一种近乎变态的兴奋光芒。这简直是老天爷送上门给我练手的经验包。血煞门都被我意念秒杀了，还怕这几个剑修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将那枚血灵戒套在大拇指上，转过头给了楚清月一个自信又油腻的歪嘴笑。娘子，你在这坐稳了看，为夫出去表演一个退敌千里。楚清月看着我大摇大摆的步伐，脸都抽搐了。这白痴居然想凭练气修为硬刚半步阴，只要对方一道剑气就能把他切成800块。可当他看到我左肩阴动作过大渗出的血迹，眼底的戏谑瞬间收敛，变成了冰冷的杀气。他那双隐藏在阴影中的眼眸变成了暗金色。我背着双手迈着8字步跨过了破庙门槛，抬头瞥了一眼半空中的剑无痕，发出一声冷哼。一名剑宗弟子惊呼，这不是那个软饭废物陆渊吗？他叫嚣着让我把楚清月那个废人交出来。听到废物这2个词，我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可我还没开口，剑无痕就死死盯住了我的戒指。他只觉得脑子里仿佛有9天神雷轰然炸响，整个人如遭雷击，连身形都猛地晃了一下。那是血煞门门主薛不朽的随身血灵戒，那可是一位实打实的元婴初期大能，如今却在这个名满天下的废物手里带着。剑无痕在心中疯狂咆哮，这货绝对是绝世狠人，九幽女帝怎么可能看上一个练气期的蝼蚁？除非这蝼蚁是一头伪装成猪的灭世真龙。3年来，他一定是在把全天下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血煞门肯定是因为得罪了他，才被一念抹除。他连衣服都没换，就轻描淡写拿走了门主戒指。脑补果然是一种极其致命的脑疾，即便强如半步元婴，也会变成惊弓之鸟。就在剑无痕疯狂脑补到
到最恐惧的时刻。破庙里的楚清月极其精准地释放了一丝威压，这股威压犹如万古神山压在他们的神魂之上。剑无痕身后的精锐弟子瞬间狂喷鲜血，像折翼的苍蝇一样扑通扑通砸在泥泞地里，浑身骨骼都在这恐怖压力下发出爆裂声。剑无痕感觉自己的元婴都在这股纤维下颤抖，仿佛对方只要动个念头，自己就会神魂俱灭。他认定这绝对是超越化神期的真仙降世。此时的我其实心里也吓得够呛，我还没喊出让他滚下来，他怎么就吐血掉了？难道我的霸王色已经进化到眼神杀人的境界？我心中狂喜，表面却装得越发深不可测。我站在台阶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剑无痕，伸手弹了弹戒指上并不存在的灰尘，悠悠开口：“我问是谁刚才大言不惭让我滚出来受死？”配合着楚清月暗中加重的一丝神魂威压，不可一世的剑无痕双膝一软，极其丝滑的跪了。他跪在泥地里，老泪纵横，疯狂磕头求饶，呼喊着说自己猪油蒙了心，惊扰了仙驾，求我看在祖师爷份上把他们当个屁给放了。剩下的弟子看到长老都跪了，也跟着疯狂求饶，哭爹喊娘的声音在这荒山野岭里四处回荡。我看着这群大佬哭成狗，心里那叫一个爽。这就是无敌流穿越者的极致快感吗？往这一站，连元婴老怪都得给我当孙子。我强忍住想大笑的冲动，故意板起脸冷哼。我说放了你们也不是不行，但活罪难逃。我娘子如今身子虚弱，需要有人在旁伺候。你们虽然修为垃圾，但好歹还有一把子力气。我指着剑无痕说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车夫，剩下的几个人就负责挑担子当保镖护院。要是让我娘子受了颠簸，就让剑宗不削煞门后尘。剑无痕听到让我当车夫，不仅没感到屈辱，反而有一种绝处逢生的狂喜涌上心头。能给灭掉削煞门的绝世大佬开车，那是机缘，这简直是祖坟冒青烟才能修来的福分。他磕头如捣蒜，保证办全天下最奢华的马车。我嚣张的挥挥手，只给他半个时辰去准备。这群高手像被狗撵一样连滚带爬跑下山。我满意的拍拍手，迈着嚣张步伐回到破庙。我告诉楚清月，已经搞定了那几个不长眼的小喽啰，他们被我的强者气息吓尿了，非要来当保镖。楚清月看着我那拽得要上天的样子，差点气笑了。明明是本地暗中出手压碎了他们的骨头，你这白痴只会站在前面摆各种欠抽造型。但看到我左肩流出的血，他心里火气全消了。他极其熟练的切换到柔弱娇妻模式，夸我厉害，还假装担心那些名门正派会在路上使坏。我冷笑一声，极其霸道的将他揽入怀中。我拍胸口保证，在绝对力量面前，诡计都是纸老虎。感受着我胸膛的温热和只想保护他的真诚，他原本僵硬的娇躯竟渐渐放松了下来。他心说，既然你想玩这无敌流的游戏，本帝就陪你。这全天下的宗门要是敢惹，你就让他们挨个下跪。半个时辰后，一辆极尽奢华的马车停在门外，那是4头筑基期紫铜云豹拉着的千年沉香木车。剑无痕换上粗布麻衣，像个老狗一样掀开车帘。我极其满意的将楚清月打横抱起，走向马车。伴随着我意念风发的一声令下，目标天极城。这个由凡人庄大佬和女帝护肤的组合出发了。千年沉香木打造的奢华马车在官道上平稳疾驰。4头筑基期的紫铜云豹被剑意压制的不敢嘶吼。车夫剑无痕正挥舞着马鞭，充当最尽职的恶霸。他一边驾车一边大喊：“闲杂人等通通给老夫闪开！”生怕惊扰了车厢里那位随手灭宗的恐怖前辈。堂堂执法堂长老现在只想把这马车赶得最稳，而在宽敞如宫殿的车厢里，气氛却变得有些诡异。极品雪貂绒铺在车体中央，还有暖玉雕的小榻，龙涎香混着他身上清冷的幽香，让我心猿意马。但我现在满脸严肃，完全没有半点旖旎的心思。我半跪在榻前，袖子高挽，额头渗出细密汗珠。我想着清月现在经脉尽毁，如果不疏通就会淤堵。虽然我还不能直接用神通治病，但我懂点推拿。我搓热双手，认真看着靠在软枕上的楚清月。我说要用这套高深的穴位按摩法激活她的经脉，其实这不过是现代社会的康复理疗理手法。楚清月听到推拿2个字，纤长的睫毛剧烈颤抖。她现在的心情简直可以用兵荒马乱来形容。她虽然装废，但这可是万劫不坏的无垢地体，如果是凡人徒手触碰经脉，绝对会被震成血雾。她下意识想往后缩，那张绝美脸上满是慌乱。她说自己已经是废人一个，没必要再白费力气。我毫不客气打断她的话说，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，我这强烈的保护欲在胸腔里瞬间就爆棚了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允许你自暴自弃。我凑上前用不容置疑的霸道语气让他听我的，不再给他任何反驳机会。我直接抓住了他的手腕，肌肤相触的瞬间，楚清月的大脑像炸雷般轰鸣，他整个人僵硬的如同一座冰雕，完全不敢乱动，因为他体内沉睡的法则感受到了外力的入侵，恐怖的反噬之力如怒龙般顺着经脉疯狂上涌，他必须死死压制这股力量，否则我会当场消散。他在心底疯狂咆哮着，让那股地境力量滚回去，强行逆转本源的反噬让他额头布满了冷汗。我见他低吟一声，还以为是自己手重弄疼了他，他大口喘气，带着颤音说，没关系，让我继续按。看着他眼含秋水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我的心都要化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用大拇指指腹极其认真的按揉，这是一场对我定力极具考验的粉红酷刑。他的肌肤比顶级羊脂白玉还要细腻丝滑100倍，每一次按压那种惊人的弹性都让我邪火直冒，而对他来说，这更是一场生死边缘的极限拉扯。他必须保持万分警惕，将防御机制降到0，否则哪怕是一丝泄漏都能让我这个练气期暴毙。由于解除了所有防御，他的感知被放大了1000倍。我那温热指腹按压在穴位，带起阵阵电流酥麻，这股感觉顺着经脉直冲他神魂深处，让他轻喘。他那张苍白的脸瞬间红到耳根，甚至脖颈。堂堂九幽女帝竟然被我摸得发出撩人的声音，这种强烈的羞耻感让他恨不得撕裂虚空逃走。可看到我满头大汗心疼他的眼神，他又平息了。他发现我是真的在用心呵护他这个废人。就在这车厢里的暧昧气氛快要溢出来的时候，我把手伸向他的后背，准备推拿重要的督脉。我精准按在脊椎2侧穴位上，极其用力的一按，楚清
清月刚才因为放松神魂松懈了100万分之1秒，一丝比发丝还细万倍的暗金灵力瞬间反弹，直接撞在我的大拇指上，发出一声沉闷响动。我感觉手指像是戳在了9天之上的万载玄铁上，恐怖的力量把我的手指震得发麻，虎口开裂。我倒吸凉气，收回手，眼里写满了不可思议。这绝不是一个废人该有的身体素质和反震感，这种感觉比外面那个半部元婴的剑无痕还可怕。我盯着他的后背，眼神中第一次出现了浓浓疑惑。我问他经脉怎么比铁还硬，刚才那力量是怎么回事？楚清月心中大惊，这机操大意了，竟然被我发现。但作为女帝，她的反应速度简直比光速还快，她毫不犹豫控制那一丝灵力撞向自己的心脉，对自己狠才是女帝能镇压时代的真正秘诀。下一秒，她绝美的脸庞瞬间煞白，如同一张纸，一口极其刺目的鲜血直接喷在了我的胸口，她整个人软绵绵的向后倒去，看起来极其凄惨。我脑海里的怀疑在那口血面前瞬间消失殆尽，我现在恨不得扇自己耳光，觉得自己真是畜生。我抱紧她，不断道歉，说是自己乱按弄伤了她。她虚弱地说是因为经脉石化才会僵硬如铁，还说吐出这口淤血后反而让她感觉好受多了。我恍然大悟，心说玄幻小说果然没有骗我，经脉尽毁的人体内经络确实会石化变硬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乱来了，紧紧把她搂在怀里。楚清月在我看不见的角度，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，这种被人心疼到快疯了的感觉似乎还不赖。就在这时，马车外传来剑无痕极其恭敬的声音，他说天极城已经到了，请前辈和夫人下车。我抬头看向远处那座远古巨兽般的宏伟城池，我的眼底闪过一抹极其凌厉狠辣的寒芒。今天谁要是敢拦我买药，我就让这里彻底消失。天极城是修仙界北域最大的商贸中心，这里鱼龙混杂，有无数亡命徒和宗门眼线。我带着那个装满血煞门财富的储物戒跨入城门，虽然我是个炼气期，但我现在底气十足。我一挥手，让剑无痕去最好的丹药阁清场。我说要给夫人买最顶级的续买金丹治伤，要是那老板不识相，我就动用言出法随，哪怕把天极城翻个个儿，我也要救我的女。楚清月靠在我肩头，看着我这副狂傲的模样，她那颗冰封千年的心竟然感觉到了一丝甜意。她悄悄散开神识，将整座天极城都笼罩在内。她说只要有人敢对我露出一丝一毫的杀意，她就会让那天坑的神迹再次降临这座古城。这一场软饭硬吃的戏码看来是越来越精彩了。我带着女帝昂首挺胸走进了城内最豪华的丹阁，所有人都在猜测这个炼气期废柴是什么身份，竟然能让半部元婴的剑无痕像条老狗一样开路。新的一轮装杯盛宴才刚刚拉开序幕，天字2号包厢里的人可以去投胎了。此时的我正揽着楚清月的纤腰走向天极城，这座北域第一繁华巨城由玄武岩铸就，城墙高耸入云，仿佛要把整片天空都遮蔽。我坐着千年沉香木马车，在爆吼声中进城，4头筑基期的紫铜云豹拉着车威风凛凛，城门守卫感受到剑无痕的剑意，瞬间腿软，他们连滚带爬的让开了一条宽敞的大道。马车最终停在了金碧辉煌的百宝阁门前，那块纯金打造的牌匾在阳光下极其刺眼。剑无痕极其谄媚的放下踏脚凳，请我下车。我率先走下车，回身小心翼翼搀扶着清月。清月披着雪白狐裘，脸色略显苍白，惹人怜。我极其自然地替她撩起耳边的一缕碎发，这一幕柔情瞬间引来无数修士驻足围观。人们惊呼九幽女帝竟然真的修为全无，甚至有人用下流贪婪的目光在她身上扫，这种眼神让空气中瞬间弥漫开危险气息。楚清月眼底已经翻涌起灭世的暗金杀意，正当她准备动用法则把这些眼珠全部挖掉，我猛地踏出一步护在她身前，发出一声怒吼，再看我妻子一眼，我就把你们眼珠子捏爆。我眼中透着一股不计后果的疯狂与戾气。那些修士被我拼命三郎的气势吓得缩头，他指尖凝聚的毁灭法则竟然因此而溃散。他心里轻骂我蠢货，但看我的眼神温柔不少，这种被人死死护住的感觉让他有些诚意。我牵起清月的小手，大步走进了百宝阁内，各种珍稀法宝在灵气氤氲中散发着光芒。林家少主林天虎带着狗腿子阴阳怪气走来，他嘲笑我是个炼气期的废物，护不住娇妻，还狂言要买走女帝回去当什么双修顶。全场爆发出哄堂大笑，让我眼神冷若冰霜。这孙子以前只配跪在地宫外面疯狂磕头。我极其平静地看着他，并随手打了个响指。剑无痕老脸一横，瞬间甩出一记清脆耳光，林天虎像被巨锤砸中，整个人都横飞出去，伴随着碎牙，他砸在灵气货架上，当场昏死。全场死一般寂静，没人敢相信眼前的画面。百宝阁大管事连滚带爬从楼上跑了下来，他感受到半部元婴的剑意，被吓得冷汗直流。剑无痕极其恭敬地躬身称呼我为主上大人，这一幕让所有人的三观在此刻彻底崩塌。半部元婴竟然甘愿给炼气期当最卑微老奴。我挥挥手制止了剑无痕准备灭宗的念头，我开口问管事是不是有颗极品天香续买丹。大管事颤抖着说进天字号包厢必须验资，他认定我这个吃软饭的绝对拿不出灵石。我冷笑一声，对准白玉桌案展示出血灵剑，哗啦啦一阵瀑布般的巨响震撼了百宝阁，无数散发着浓郁灵气的石头疯狂喷涌而出，这些极品灵石瞬间堆成了一座闪瞎眼的小山。管事尖叫出声，这起码有10万块极品灵石啊！全场修士在灵石光芒下屈辱地低下了头，这就叫有钱能使鬼推磨。我直接全场包圆。我拍着大管事的脸问他这些钱到底够不够，他扑通一声跪地请我们上天字1号包厢。我搂着清月的纤腰在敬畏目光中淡定上楼。清月惊讶我哪来这么多极品灵石当筹码，我说这全是昨晚言出法随顺手捡来的遗产，无论花多少钱我都要让你重新站起来复原。清月反握住我的手，嘴角勾起惊心动魄笑意。拍卖台上女拍卖师端出了那颗压轴神丹，1万极品灵石的起拍价让我瞬间翻了10倍。我极其平淡地喊出10万，直接让全场失声。可天字2号包厢里传出了一道阴冷声音，对方故意加价到11万，就是在存心恶心我，那语气里的挑衅简直是完全没把我放眼。我喊出20万，对方依然不要命的紧追不舍。我冷笑一声站起身准备发动因果律咒刃。
人，而清月也已经端起灵茶准备让对方去投胎。毕竟敢抢本地男人的东西，简直是活腻歪了。既然对方非要找死，那我就成全这帮蝼蚁。天字2号包厢的挑衅还在大厅里回荡着，周围的修士都屏住呼吸，等待我的下一次开价。林家少主刚才的下场并没有让他们吸取教训，甚至有人觉得我只是个突然暴富的暴发户。我转头看向楚清月，发现他眼底寒芒更甚。我知道他这是动了真格要大开杀戒的前兆，但我更想用自己的法子给对方一个惊喜。我故意长叹一声说，这钱多得确实有点烫手。既然2号包厢的朋友这么想要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我直接收回了刚刚爆出的20万灵石价格。全场一片哗然，以为我这个神豪突然怂。2号包厢里传出一阵极其嚣张的狂妄大笑，那声音嘲讽说，陆大帝君果然还是个软骨。可我接下来的举动却让所有人都毛骨悚然。我对着那个包厢的方向极其随意地指了一下，口中轻声念叨着说，这丹药既然给你，那就拿稳，只希望你这福薄命短的身体别被丹气撑爆了。在那一瞬间，楚清月手中的灵茶悄然蒸发，一丝足以锁定神魂的死神气息穿透了墙壁。天字2号包厢里的笑声极其诡异的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重物落地和急促的喘息声。没人知道里面那个挑衅的大佬已经吓得尿裤，因为他在那一刻看到了自己神魂俱灭的幻象。管事颤巍巍地宣布2号包厢获得了续买单，可那个包厢里却再也没有人敢出来领奖，甚至连那1分钱的零食都没敢拿出来交付。我淡定地坐回沙发上，继续品着顶级灵茶。我说过，这天极城谁敢拦我买药，谁就得消失。楚清月看着我装逼装得如此浑然天成，他那颗冰封的心竟然感受到了一丝甜蜜。他说，夫君，你刚才那种一言断生死的样子真帅。我老脸微红说，这都是基操，以后你会习惯的。虽然那颗丹药暂时落入了别人那个怂包手里，但我知道今晚他一定会乖乖回到清月面前。至于那个2号包厢里的倒霉蛋能不能活过今晚，那就要看我家这位女帝大人的心情好不好了。我牵起清月的手，准备去下一层选几件防身法宝。今天我不仅要买药，还要把百宝阁给买空了。这种挥金如土的感觉实在是太让人上头了。而百宝阁外已经聚集了林家的无数高手战阵，看来我这1000万灵石的财富已经引起了贪欲。不过看着身边那个眼神玩味的女帝老婆，我心里只求这些林家人能跑得稍微快一点。楚清月的眼底瞬间掠过一抹令人不寒而栗的极度杀机，她万万没想到这颗所谓的极品神丹竟然被人动了手脚，在那精纯药力深处隐藏着连元婴期都察觉不出的蛊。若是普通的废人服下这颗丹药，瞬间就会神魂枯竭而死。显然是有人算准了我会不计代价为他寻找续买神丹，这是要借我的手亲手毒杀我最心爱的妻子啊！我看着清月含下丹药后原本红润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她甚至有些痛苦地捂住胸口，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着。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彻底炸裂开了。刚刚买到救命药的狂喜瞬间化作了无尽的恐慌和愤怒。我一把抱住她，急切地询问她到底怎么了，是不是药力太强？清月极其隐秘地将那丝蛊毒强行逼入了自己的指尖，她那双暗金色的眼眸中翻涌着足以让诸神陨落的杀意，但面对我时，她却极其熟练地切换到了虚弱自责的模式。她嘴角溢出一丝乌黑的血迹，声音颤抖着说，丹药里有毒。我死死盯着她嘴角那抹黑血，心脏疼得快要彻底停跳了。我陆渊两世为人，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做极致的暴力。我费尽心思砸下10万极品灵石，竟然买了一颗索命的毒药。这百宝阁不仅想要我的钱，甚至还想要我老婆的命。我原本还觉得自己是个只想过安稳日子的普通穿越者，但这一刻我只想让这整座天极城都为我妻子的痛苦陪葬。我轻轻放下怀里的清月，极其冷酷地擦掉了她嘴角的黑血。我转身走向包厢的大门，每走一步身上的煞气就重上一分。守在门口的剑无痕感受到这股气息，吓得直接跪倒在地。他从未见过主上露出这种要毁天灭地般的恐怖表情。我一脚踹开包厢的大门，对着空旷的长廊发出一声怒吼，让那个卖药的大管事和炼药的药师统统给老子滚出来！这一声怒吼夹杂着我心中积压已久的疯狂和绝望情绪。其实就在我爆发的一瞬间，楚清月已经暗中出手了。他那恐怖的神识化作千万道金针，瞬间笼罩了整个百宝阁，每一个角落，甚至连地窖里的老鼠都在他的感知之下。他不仅要保护我，还要帮我找出那个背后放冷箭的真凶。既然有人想玩这种阴毒的手段，那他就陪他们玩到底。大管事带着几名护法战战兢兢地跑了过来，大声喊冤。他们百般推脱说百宝阁的名声在外，绝不可能卖假药毒药，还说这药是药王谷的克卿长老亲自送来拍卖的，绝无问题。那几个护法甚至还想仗着人多势众对我进行武力威慑。我冷笑一声，抬起右手对着虚空就是狠狠的一个巴掌。我口中极其霸气地念叨着说，敢骗老子的人全都得死。就在我巴掌落下的瞬间，楚清月指尖的金色法则轰然爆发，那几名金丹期的护法连惨叫都没发出，就化作了一团血雾。百宝阁那厚实的墙壁被这股余波直接震成了粉碎，原本华丽的长廊瞬间变成了一片充满血腥味的废墟。大管事吓得屎尿横流，像条老狗一样趴在地上疯狂求饶。他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个练气期的陆渊到底有多么恐，这根本不是什么言出法随，这简直就是天灾降临啊！我一脚踩在大管事的脑袋上，问他那个药师现在人在何处。他哆哆嗦嗦指着百宝阁后院的一处极其隐秘的炼丹房，说药王谷的那位长老拿了灵石后就在那里闭关休息。我冷哼一声，直接拎起大管事像丢垃圾一样扔向后院。楚清月紧跟在我身后，虽然看起来依旧是那样病弱不堪，但他每踏出一步，脚下的地面都会裂开一道暗金色的纹路，那是他极其霸道的在为我清理前方所有潜在的阻碍。我们穿过一片片倒塌的建筑，很快来到了那座炼丹房前。房门禁闭，散发着一股极其诡异且令人作呕的腥臭味。一名身穿青色长袍的枯瘦老者
着，正得意地数着零食。他就是那所谓药王谷的客卿长老，其实是个用毒的魔修。他察觉到外面的动静，推门而出，脸上还挂着残忍的笑意。他嘲讽我这个傻子，竟然真的敢给废人女帝吃那种毒药，还说那噬魂蛊毒无药可医，只需片刻，楚清月就会化为脓水。听到化为脓水这4个字，我感觉我的理魂都要彻底燃尽了。我不需要任何理智，也不需要任何的逻辑去思考对策。我再次抬起那根仿佛拥有魔力的大拇指，向着老者一指：我以这具身体的主人名义命令你，现在就给我当场暴毙！随着我那个死字出口，整片天空瞬间变得漆黑如墨。楚清月在此刻终于不再保留那属于九幽女帝的绝世神威，她站在我身后，那一袭白衣无风自动，显得极其圣洁威严。她那暗金色的双眸中射出2道足以洞穿万骨的寂灭光束，这光束极其精准地没入了那名毒修老者的每一个窍穴。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僵固，全身的经脉在那一刻全部自爆，无数细小的血箭从他的毛孔中激射而出，场面极其血腥。他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神魂，就被地境法则彻底碾碎。堂堂一名金丹大圆满的毒修，在我面前连1秒钟都没撑住，我甚至还没感觉到累，这个不可一世的仇人就已经没了。我这自我脑补的无敌留神技在这一刻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。我看着地上的那滩烂泥，心中没有任何怜悯，只有无尽冷漠。我转过身，极其心疼地抱住楚清月，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。他极其温柔地靠在我怀里，说毒素已经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他还夸我刚才那一指的神通简直是旷古烁今，无人能敌。其实那些蛊毒早已被他用自身强大的法则炼化成了养分，但我这个憨憨夫君却以为又是我的霸王色救了他一命。我意气风发地带着他回到了百宝阁那支离破碎的大厅。此时整个天极城的高手都被这里的动静给彻底惊动了。林家的家主带着上千名精锐私兵将我们重重包围起来，他叫嚣着要让我为打伤他儿子和破坏百宝阁付出代价。我看着这些像苍蝇一样围上来的杂碎，嘴角露出一丝不屑。我极其豪横地从储物戒里抓出一把极品灵石撒向空中，我说今天谁敢动老子一根汗毛，我就买下他的脑袋去喂狗。原本剑拔弩张的阵势在灵石雨的洗礼下瞬间变得极其滑稽，不少林家私兵竟然开始为了抢夺极品灵石而自相残杀。我搂着清月的纤腰，在剑无痕的护送下大摇大摆走在中间，这种用金钱和暴力双重碾压的感觉实在是让我欲罢不能。林家家主气得浑身发抖，亲自挥舞着长刀朝我砍了过来。他可是实打实的元婴中期高手，这一刀带着劈山断海之势。我看着那呼啸而至的刀光，竟然连眼皮都没舍得眨一下。我极其装逼的对着虚空吹了一口气，说让这把破刀碎了吧。就在刀尖距离我脖子仅剩半寸时，清月的眼神猛地一冷，一股无形的空气墙瞬间在我和林家家主之间成型。那柄名动北域的宝刀在那空气墙前竟然寸寸崩碎，化为齑粉。林家家主被巨大的反震力直接震得倒飞出几百米，他那引以为傲的元婴在这一刻竟然被震出了数道裂痕。全场修士此时已经不再是静问，而是彻底被吓得灵魂出窍。一吹气就能震碎元婴期的高手，这他妈到底是什么级别？我极其拉风的牵着清月的手走到了那辆紫铜云豹马车前，我对天极城的所有人宣布，从今以后这里就是老子的地盘，谁赞成谁反对。这8个字在空旷的街道上不断回荡着，没有人敢发出一丁点反对的声音，只有此起彼伏的磕头声。楚清月坐在马车上，看着我这副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目，他那颗冰封了1000年的心此刻早已变得像是岩浆般滚烫。他说夫君，既然你喜欢这整座北域，本地就帮你全部拿下。我坐在他身边嘿嘿傻笑，心想我这软饭吃的确实有点硬。马车缓缓启动，带着满载的宝物和威名驶向了下一个目标。我知道这修仙界的乱世才刚刚因为我的降临拉开序幕，接下来我要带着老婆去寻找那传说中的上古生命神泉，只有彻底修复他的神桥，我才能安心地当我的咸鱼大佬。至于那些敢在暗中窥伺我们的宗门和老怪，就让他们来吧，反正老子现在的言出法随已经快要练到大圆满的境界了，谁敢不服，我就在那心里默念100遍，让他全家原地升天。我花了10万极品灵石给娘子买救命神丹，却亲眼看着他服下后吐出一大口黑血，看着他体温消失，呼吸全无地倒在我怀里。我这个穿越者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绝望，原以为觉醒了言出法随就能护他一生平安，没想到却是我亲手把他推向了死亡深渊。就在药王谷长老带着杀手破门而入准备抢人时，我那压抑到极致的怒火终于引动了终极神技。我只是对着那群杂碎极其愤怒地指了一下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整个修仙界都为之胆寒。那些金丹高手竟然在我面前齐刷刷化成了脓水，连那不可一世的长老也当场变成了一地黑灰。原来真正的言出法随是需要用极致愤怒来开启。我搂着怀里重新复活的娇妻走出了百宝阁黑殿，我发誓要让这个世界上所有坏人都灰飞烟灭。就在前些天，那颗带着经文的神丹顺着清月的脖颈滑入腹中，我紧张地握着她的手，1秒钟都不敢移开视线。我满心期待着她能重新站起来，变回无敌女帝。可谁知在药效化开的瞬间，这颗神丹竟然变成了催命符，一丝阴毒的黑气从神丹核心位置猛地爆发出来，那里面竟然夹杂着成百上千只细如发丝的噬魂蛊虫。这是极其歹毒的禁忌之术，要将清月炼制成没意识的傀儡。下毒的人心肠歹毒到极点，简直是想要她的命。清月眼底闪过一丝嘲弄，觉得这些蝼蚁简直是可笑，区区低贱蛊虫也妄图啃食她这万劫不坏的无垢地体。她只需心念一动，就能让这些小虫子彻底灰飞烟灭。但这位腹黑的女帝大人却决定要跟我玩一场将计就计。她极其逼真地发出一声痛苦闷哼，脸色瞬间变黑，紧接着一口刺眼的黑色毒血直接喷在了雪白狐球上。她眼神涣散，软绵绵地倒在我的怀里，气息全无。我的心跳在这一刻仿佛停滞了，我整个人都彻底疯了。我死死抱着她，发出犹如孤狼泣血般的凄厉嘶吼。我疯狂地用袖子去擦拭她嘴角流出来的黑血，可那毒血越擦越多，她的体温也变得像冰块一样了。我疯了一样指着天空，命令清月必须马上痊愈。我以天道之名命令这些恶心的毒素全部消散，可怀里的她依然奄
奄奄一息，没有半点苏醒的迹象。我第一次感觉到穿越者的身份竟然是如此的苍白无力。我以为觉醒了无敌挂，却连一颗毒药都分辨不出来。那种痛失挚爱的极致恐慌让我彻底变成了修罗。我满脸泪水的发誓要让所有伤害他的人陪葬。感受到我滚烫的泪水，清月的心里竟然微微一颤。他没想到我这个平时爱装逼的男人会为他哭成孩子。他那原本只想戏弄对手的心，瞬间被滔天怒火取代。敢让本地的夫君流泪，你们全族今天都得死在这里！就在他杀意沸腾的时候，包厢里的水晶窗全部炸裂，空气中甚至凝结出了厚厚的黑色冰霜，极其骇人。我以为这是我的言出法随，终于被我的情绪彻底激活。这时药王谷太上长老莫无极带着杀手破门而入，他嘲笑我刚才灭掉血煞门用的只是一次性符咒。他坦白说，在神丹里加了名为噬魂绝脉骨的调料。他贪婪地看着清月，想把它练成最完美的双修顶，还要杀了我这个练气期的废物，独吞所有极品灵石。我缓缓站起身，擦干眼泪，眼神中只有无尽的冷漠。既然你们敢碰我老婆一根头发，那我就把天都掀了。我再次伸出右手指向莫无极，宣判他们神魂俱灭。那6名金丹杀手狞笑着挥舞法宝朝我扑杀过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直中毒倒地的清月睁开了眼，他的双眼变成了旋转的暗金色深渊漩涡，极其恐怖。他只是极其优雅地对着虚空轻轻打了一个响指，因果反转的法则瞬间在这一方天地轰然爆发。那6个杀手在半空中僵住身体，传出刺耳的虫鸣声。紧接着，黑色火焰从他们内部开始疯狂燃烧坍塌。仅仅半个呼吸的时间，6个高手就化成了黑色脓水。莫无极脸上的狂笑彻底变成了极致的灵魂恐惧。他种下的蛊虫竟然顺着因果联系反噬到了他体内。他喷着黑血跪倒在我面前，承受着万古噬心的痛苦。他临死前终于看懂了清月才是那头苏醒的万古凶兽。清月极其冰冷地吐出一个灭字，让他化作了漫天灰烬。整个包厢重新恢复死寂，只有我还在原地发愣。我心想，我的言出法随居然还能自带群体反伤效果，这因果追踪的威力简直是比核弹还要恐怖10000倍。我见清月红润着脸坐起来，大喜过望地冲过去抱住他。我说，只要我足够愤怒，连贼老天都不敢轻易收你。清月极其迅速地收起地威，变回了那个柔弱小废人。他靠在我肩头，轻声呢喃说，夫君刚才的样子真厉害。我这个憨憨夫君被夸的尾巴都快翘到了天上去。我拍着胸脯保证，阎王来了也得跪着给我们唱征服。我牵着他的手，极其嚣张地走出这间百宝阁黑店，却没发现莫无极消失的地方留下一卷神秘羊皮纸。就在百宝阁的一片废墟之中，我弯腰捡起了那张残破的羊皮卷，这上面用神纹勾勒着极其复杂的地图，藏龙谷3个大字散发着妖异的红光。这可是莫无极死后留下来的唯一遗物。我脑海中属于原主的记忆开始飞快旋转，传闻那是上古真龙陨落之地，遍地是宝，甚至还有能重塑经脉肉身的真龙精血。我心想，这绝对是老天爷给我的第2次翻身机会，只要能拿到神药，清月就一定能彻底恢复。我兴奋地回头向清月展示这张无价的地图，他只是淡淡瞥了一眼，却极其温柔地答应陪我去。其实他心里觉得那只是个长虫陨落的泥坑，但只要我这个夫君开心，他去逛逛也无妨。我大手一挥，让剑无痕那个老狗赶紧去备车，目标直指800里外的藏龙谷禁地秘境。半个时辰后，我们终于赶到了那处荒凉的峡谷。此时这里已经聚集了北域无数宗门的高手，天空布满了飞剑、灵舟和各种气息恐怖的异兽。今日正是藏龙谷秘境100年一次开启的日子，无数天骄和老怪物都想来争夺那上古机缘。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地动山摇，瘴气缓缓裂开，一道带有致命杀机的虚空阵门出现在众人眼前。几十个筑基修士不知死活的想要抢先冲进去，结果瞬间就被虚空中的九幽罡风切成了血雾。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吓得头皮发麻，不敢再上前一步。战天宗圣子战无双祭出青铜古镜勉强护体，他顶着巨大的压力，极其艰难地踏入了杀阵之中。而就在这些天才们为了进门拼得吐血的时候，我却拉着清月的小手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。周围那些修士看到我们这副弱鸡样，全都发出了嘲讽，他们觉得练气期带个废人来这里简直就是找死。但我却嘴角上扬，露出一副看土鳖的欠揍表情。我告诉清月抓紧我的手，不用害怕这些小垃圾。我连个灵气护照都没开，就直接走进了9天杀阵。离谱的是，那些恐怖罡风一靠近我就自动拐弯了，甚至还化作一阵极其温柔的微风吹拂着清月的秀发。我就像逛后花园一样，带着她极其丝滑地穿了过去。外围那几千个修士此时眼珠子都快惊掉了，他们疯狂揉着眼睛，以为自己中了什么离谱幻术。毕竟战无双这种天才进去都要被刮掉半层皮，而我这个练气期废物竟然能在杀阵里闲庭信步。我心里得意地想，老子果然是带光环的天命之子。其实是清月偷偷泄露了一丝无垢地体的气息，那阵灵早就被吓得跪在地上发抖，根本不敢反抗。若不是他刻意压制，整座大阵都会原地崩溃。穿过阵门后，我们进入了灵气浓郁的远古森林。我刚走没多远，就看到战无双被一头魔猿追杀，那可是拥有元婴中期修为的8臂深渊魔猿，每一拳都能将整座小山头直接夷为平地。战无双被揍得满脸鲜血，疯狂朝我这边跑来求救。我心想，这又是一个我入园装杯的大好时机。我极其霸气地挡在清月身前，对着魔猿一指，我大喊一声，给我跪下！那气势简直是威震八荒。魔猿原本暴虐的眼神在看到清月的瞬间变了，那是一种刻在灵魂深处无法言说的极致恐惧。他在半空中生生止住身形，然后扑通一声五体投地。他甚至在地上打滚，露出肚皮，像哈士奇一样讨好我。战无双看着眼前的画面，世界观都要彻底崩塌了。他认定我是一个比战天宗宗主还要恐怖的老怪。我极其不屑地跨过魔猿的肚皮，走向祭坛核心。那颗金灿灿的真龙精血果就在祭坛中央散发神光。可就在我伸手去摘果子的一瞬间，一股邪恶龙威苏醒，那是一条沉睡万年的上古残魂在对我发动冲击。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感觉灵魂都要被撕碎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清月的伪装彻底撕裂，他反手将我护在身后，眼中爆发暗金色地威。他冷冷地对那条残龙吐出一个跪字，让天地失色。那条即便是
面对化神期都不虚的残魂竟然真的跪了。原本气势汹汹的龙魂在清月面前卑微到了土里，他像是见到了这辈子最不可名状的恐怖存在。整个秘境都在这一声令下之后陷入了死寂。我呆呆地看着那条像小泥鳅一样缩成一团的龙魂，脑子里还在想我这一嗓子威力怎么大到这种地步。原来我陆渊已经是言出法随大圆满的境界了吗？清月悄悄收回了那足以镇压万古无上神威，他重新拉住我的衣角，变成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。他说：“夫君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，连龙魂都被你下跪了。”我嘿嘿一笑，极其得瑟地摘下了那颗真龙精血骨。我说过，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我在，谁都动不了你。战无双在远处目睹了全程，已经彻底丧失了思考，他连滚带爬地逃出秘境，发誓再也不惹任何凡人。我拉着清月继续在这像后花园一样的秘境里寻，凡是挡在我们面前的妖兽，通通都学会了磕头。这种满级大佬带我刷副本的感觉简直是太爽了。我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把这藏龙骨直接搬回家，毕竟我现在的言出法随似乎连搬山填海都不在话下。清月看着我那副尾巴翘上天的样子，也是满脸宠。他决定把这场无敌流的游戏继续陪我玩下去，直到我真正能在这修仙界横着走的那一天为止。此时在藏龙谷外已经聚集了更多的宗门援兵，他们听说秘境里出现了一位言出法随的绝世剑仙，纷纷准备好了厚礼，想要来拜见我这位传说中的大能。但我现在的目标只有带清月去最好的地方疗伤。那道极其沧桑透着无尽怨毒的残魂声音，仿佛跨越万古时空，在祭坛上方轰然炸响。一条千丈庞大燃烧着明火的虚幻真龙从祭坛裂缝中升腾而起，死死锁定了我们。那是货真价实让天地倒悬的化神期威压。我只觉得大脑嗡的一声巨响，陷入了空白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甚至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。就在这极其致命的1/1000秒时间里，一直被我护在身后瑟瑟发抖的楚清月，那张绝美苍白的脸庞上敛去了一切伪装，原本清澈的眸子化作极其恐怖的暗金色，深渊漩涡在瞳孔深处仿佛埋葬着诸神。他反手一把将陷入僵直的我拉到了身后，那具柔弱娇躯像太古神山般挡住了威压。他极其冷漠地对着那条真龙吐出一个跪字，没有灵力碰撞，也没有撕裂虚空的绚丽光影，只有超越了这方天地大道的地境法则，像灭世磨盘一样残暴碾压在那真龙头上。那条原本散发滔天凶焰准备吞了我的凶龙，此刻龙眸瞪得滚圆，眼珠子都要被吓得弹飞。他感知到了这是活着的无垢地体的大地，他想不通为什么这低级秘境里会有尊女帝，更想不通自己刚才怎么敢攻击大地的男人。在那连天地都能抹除的神威面前，他太渺小。真龙残魂在极其绝望中发出了凄惨的哀嚎，他那化神期威压简直像是个微不足道的屁。强烈的求生欲让他彻底放弃了真龙的尊严，他疯狂压缩魂体，从1000丈瞬间变成1丈长短，最后竟然硬生生把自己缩成一条金色小泥鳅，吧嗒一声极其精准地掉在我脚尖前的地砖上。这条上古真龙极其熟练地盘起身体，开始磕头，还发出像小奶狗一样嘤嘤的声音，求放过。我终于从那短暂的精神冲击中回过了神来，我下意识摆出防御姿势，大喊一声大威天龙，结果睁眼看清景象后，我尴尬地卡住了喉咙。祭坛上空空荡荡，根本没有什么恐怖的怪物，只有一条巴掌大的小金蛇在冲着我磕头。身后的清月正捂着胸口，一副被吓坏的模样，他极其配合地飙着演技说：“刚才的风好可怕。”我大脑飞速运转，开始疯狂脑补这离谱剧情。我认定自己灵魂绑定了某种无敌的血脉，一定是我的灵魂自带万古龙皇的至尊命格。那老龙刚才想偷袭我，却被我的防御反弹了，他被我身上散发的王霸之气吓成了幼年体。我极其嚣张地指着脚下那条翻白眼的小鹿，这老龙肯定是被我这天命之子给彻底降服了。真龙残魂听到我这不要脸的话，差点气吐血。他心说，要不是大帝盯着本座一口唾沫淹死你。他看到楚清月那充满威胁的眼神，瞬间怂，极其屈辱地流下龙泪，并在我脚背上蹭了蹭。他甚至极其狗腿地学了一声猫叫，讨我欢心。我狂笑着一把捏住那条小金蛇的后颈皮，我拎着它像献宝一样晃到楚清月的面前。这凶兽已经被我的王霸之气变成小泥鳅了，看着金灿灿的，还挺可爱，拿回去给你当宠物，或者哪天饿了，直接把它当成一根辣条嚼了。真龙听到要把自己当辣条，吓得两眼一翻装死。楚清月极其温柔地接过那条缩小的真龙残魂，他玉指极其隐秘地下了道禁制，然后柔声夸我，他说：“夫君真是天下无双，这礼物他非常喜欢。”我老脸一红，极其满足地摘下了真龙精血骨，没有阵法阻拦，也没有任何妖兽出来敢蹦跶，我就像是在后花园摘苹果一样简单轻松。正当我们准备牵手极其潇洒的原路返回时，祭坛下方爬上来几个浑身是血的凄惨人影，正是战无双带着那群名门天骄终于到了。他们为了闯阵，几乎耗尽了所有保命的底牌。战无双满脸鲜血，想要夺取真龙果恢复荣光，可他看清祭坛上的画面后，直接当场彻底傻眼。我这个练气期废物，竟然毫发无伤地站在高处，而那果子正被我像塞白菜一样随手揣进兜里。他甚至发现女帝手腕上缠着那条真龙残魂，那种化神期的本源气息，绝对不会有任何错。战无双的道心在这一刻发出了粉碎的响声，他拼了命也没见到的机缘被我随便就捡了。他甚至觉得我是隐世真仙下凡来体验生活。我极其嚣张地问他，盯着我看是不是因为我帅？我嘲讽他拼死拼活，不如我随便散个步有运气。战无双气得仰天狂喷鲜血，极其干脆地昏死了。另外几个天才也气得浑身发抖，倒在地上抽搐。我无趣地摇了摇头，觉得这群人太不经打击。我揽住清月的纤腰，带着他嚣张地走出秘境。我心里只想着今晚用这果子治好他的经脉，却不知道这真龙果蕴含的药力极其霸道，凡人吞服如果不配合双修引渡，就会爆体而亡。楚清月坐在马车上看着果子，脸庞羞红了一片。他心说今晚这双修的好戏看来是躲不掉了。这位腹黑女帝已经在想该怎么教我这功法了。清晨我在一片冰天雪地中醒来，感觉自己就像掌控寒冰的神明。看着怀里气色红润不少的清月，我心里那叫一个志得意满。昨晚那场惊心动魄的物理降温，总算是把这上古真龙果的药力给压下去了。我这言出法随的大招简直是越用越顺手，以后要是夏天嫌热，
直接喊一嗓子就能治了。我低头看着怀里还在熟睡的清月，她那长长的睫毛在晨光中微微颤动，白皙的皮肤透着一种健康的粉嫩色泽。看来那真龙精血骨确实是这世间罕见的神药。我不禁有些嘚瑟地摸了摸自己的下巴，心想这修仙界的天骄们拼死拼活也抢不到，结果被我这个练气凡人给当成果泥喂了老婆。这要是传出去，估计那些老怪得气得当场去世。就在我打算起身去准备早饭的时候，清月缓缓睁开了那双灵动的大眼睛，她眼神中先是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，随后立刻换上了一副迷茫又崇拜的表情。她声音娇弱地问我是不是救了他的命。我极其嚣张地拍着胸脯说是为夫神威无敌。我告诉他，昨晚我不仅一言断了真龙的念想，还顺手调动了9天寒气为你强行降温，你现在感觉经脉是不是已经彻底畅通无阻了？清月极其配合地感受了一下体内的气息，她装作惊喜万分地拉住我的衣袖摇晃，直夸我是这诸天万界最厉害的盖世英雄。其实他体内的经脉何止是畅通了而已，那真龙精血不仅修复了他故意留下的损伤，还让他的无垢地体更加圆满进境神速。他现在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把整座镇子抹除，但在我面前他依旧是那个手无缚鸡的小娇妻。我看着他那副崇拜的小眼神，心里美得冒泡，直接大手一挥说走，咱们去最好的酒楼吃大餐。可就在我们推开那扇被冰封的房门时，院子外面却传来了一阵极其嘈杂的脚步声，还有那个半步元婴老奴见无痕的怒喝声。原来是我们昨晚闹出的动静实在太大了，整座别院现在看起来就像个巨大的冰块，在阳光下折射出五颜六色的诡异光芒。这神迹瞬间惊动了小镇的镇守和各路散修，他们认定这里藏着什么不得了的绝世兵器宝物，纷纷带着武器想要闯进来分一杯羹。镇守是个筑基后期的小修士，此时正满脸贪婪，他指着剑无痕大骂，让他这个老仆赶紧滚开，说这里出现了异象，必须要上缴给朝廷处理。剑无痕虽然修为高深，但没我的命令不敢乱动，他只能憋着火在那释放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剑意。我拉着清月的小手，极其嚣张地走出冰屋，看着门口那几十个吵吵闹闹的乌合之众，我心里不仅没有任何害怕，反而觉得想笑。这种送上门来给我装杯的机会简直是太妙了。我故意板起脸冷哼一声说，谁在这里大呼小叫？镇守看到我这个只有练气波动的凡人走出来，他先是一愣，随后爆发出一阵极度鄙夷的狂笑。他嘲讽我这个小白脸竟然还没被冻死在屋里，还威胁我乖乖把屋里的宝贝交出来，让我不死。清月躲在我的身后，极其委屈的红了眼眶，他小声说，夫君这些人好凶啊，我好害怕。听到老婆喊害怕，我体内的中二之魂再次燃尽。我极其轻蔑地看了那个筑基镇守一，我缓缓抬起右手对他指了指天空的方向，我说，这天地间的规矩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讲？既然你们喜欢冰天雪地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再次发动我那脑补的言出法随，我大喊一声，让这附近方圆百里都给我保持安静，谁要是敢动一下，就让他变成万年不化的冰雕。话音刚落，清月在背后极其隐蔽的屈指一弹，一股比昨晚还要恐怖10倍的极寒法则横扫而出，那个正准备破口大骂的镇守瞬间就僵住了，他原本还带着狰狞笑意的脸庞被迅速冰封，紧接着是他身后那几十个张牙舞爪的护卫，在不到1秒钟的时间里，整条街道都安静了。阳光下几十座神态各异的冰雕栩栩如生，连他们手中的兵器都结满了晶莹剔透的冰花。这震撼人心的一幕让远处围观的散修直接吓疯，他们哭爹喊娘的往外跑，说这里住着绝世杀神。我看着这些被我一言定住的冰雕，心里爽爆了。我心想，我这控制寒冰的异能难道是全图挂吗？我转过头极其温柔地安慰清月说，别怕了，这些敢惊扰你休息的杂碎已经都被我冻结。清月瞪大美眸看着满地的冰雕，露出崇拜之色，他夸我的法术简直是通天彻地前无古。其实他心里在想，夫君你这吹牛的功夫才无敌，本地出手的速度要是慢点，你就要被口水淹了。我极其骚包地整理了一下衣领，带他走向酒楼。剑无痕像个忠实的老狗一样在前面开路，那些原本想要围攻我们的散修纷纷跪地磕头，甚至有人大喊着陆前辈饶命，求神仙收了神通。我在酒楼里点了一桌子零食都买不到的珍馐，还极其阔绰地给那条金色小泥鳅也分了一碗。真龙残魂此时已经被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了，他极其卑微地卷缩在碗边，小口舔着汤汁。他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能离开这两个疯子，一个喜欢疯狂脑补，一个喜欢配合演戏杀人。就在我们享用美食的时候，天边又传来了异动，几道强大的流光正急速朝着这座小镇飞来。原来是天机城的林家和药王谷的援兵到了，他们发现了莫无极等人的命牌碎裂，正在寻仇。为首的是一名元婴初期的药王谷执法长老，他满脸杀气地降落在酒楼门外，让里面的人受死。我正喝着灵酒，听到这话，心里顿时一阵不爽。我重重拍了一下桌子说，怎么老有人打扰我吃饭？我看向清月，问他想不想看为夫表演手撕元婴。清月极其乖巧地点头说，夫君加油，你是最棒的。我大步走出酒楼，看着天上那个老家伙冷笑，我说，老头你年纪大了，不好好在家等死，跑来这干嘛？要是现在给我跪下磕头认错，我还能留你个全尸。那元婴长老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，直接祭出火龙，想要把整个小镇连同酒楼全部付之一炬。我极其淡定地对着那条火龙吹了一口仙气，我心里默念着说，熄灭吧你这没用的破烟花。清月再次在暗中发动了大地级别的虚空绞杀，那条看似威力无穷的火龙瞬间在半空炸裂，火焰化作漫天星光，熄灭的无影无踪，极其滑稽。那元婴长老脸上的狰狞瞬间变成了无尽惊恐，他甚至还没看清我是怎么出手的，一身灵力就散了。我踏空而行，装出一副缩地成寸的无敌姿态，其实是清月用神识拖着我的脚底板在飞。我来到那老者面前，极其轻蔑地拍了拍他的脸，我说过让你跪下，你怎么就是不听话呢？我再次动用言出法随，大喊一声，全给老子跪下！伴随着清月那排山倒海般的地境威压落下，原本高高在上的元婴长老直接从半空跌落，他在泥泞的街道上砸出了一个巨大的人字坑，整个人被压得动弹不得，只能发出惊恐的哀嚎。这一刻，酒楼周围的所有修士都彻底看傻了，他们终于意识到我
陆渊不是什么吃软饭的，而是一位深不可测、游戏人间的绝世大能。我极其拉风的牵起清月的手，准备离开这里。我说过，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我在，没人能动你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天极城最大的拍卖行再逛逛，顺便把那些敢在背后算计我们的宗门都扬了。这种带着满级女帝横扫新手村的感觉太上头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下一个送死的又是谁。而清月此时正小脸微红的贴在我的肩膀上，她那颗冰封千年的心已经彻底因为我而融化。哪怕我只是个喜欢吹牛的练气期凡人又如何？只要我愿意护着她，她就能为我镇压整片大陆。这场属于我们两个人的软饭硬吃之旅才刚开始，接下来我要让整个北域都姓陆，才算真的圆满。我回过头看了一眼瑟瑟发抖的真龙残魂，我说：“小泥鳅，看好了，跟着老子是你这辈子的造化，以后等我封神了，封你个看大门的真龙当当。”真龙残魂感激涕零，疯狂点头，生怕我反悔。我们坐上紫铜云豹拉的马车，缓缓驶向远方。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好长，显得神圣而庄严。深夜，天极城外的别院里极其幽静，月光洒在青石板上，显得格外凄美动人。经历了那场离谱的绝对0度降温后，满屋子的冰霜早已化作了丝丝缕缕的白气。楚清月原本苍白的容颜，现在焕发着光泽，那层用来伪装的肺脉也在我眼皮子底下通了。我躺在摇椅上喝着灵茶，心里那是美的冒泡。老婆病治好了，我还能随时召唤言出法随，这特么才叫穿越者的完美开挂人生啊！就在这时，楚清月极其轻柔地唤了我一声，她那双星辰般的眸子在月光下清澈动人。她咬了咬娇艳欲滴的下唇，说了一个决定。她说现在经脉一通，想重新开始恢复修炼。她不想总是躲在我的羽翼之下受我保护，哪怕只能练些最粗浅的防身术也是好的。将来遇到危险时，至少也能替我挡下一击。这番话听得我保护欲和感动瞬间被拉满。我心疼地握住她的手说：“有我在哪，需你挡刀。但既然你想强身健体，为夫自然是100个支持。”我极其豪气地拍着胸脯说：“今晚就在这练，为夫亲自在一旁守着，为你保驾护航。”楚清月对我温柔一拜，走向庭院中央的垂柳。她没拿神兵利器，而是随手折下一根柳枝。她站在月光下，深吸一口气，准备开始演戏。本来她想呲出最笨拙的一剑，再假装摔个跤，好让我这个夫君能心疼地过去抱抱她。可那刻在灵魂深处的剑韵却是藏不住的。当她握住那根柳枝时，肩膀本能地舒展开，她的脚步瞬间与这方天地的古老韵律契合，虚空中竟毫无征兆地荡漾开一声剑鸣。装病弱的楚清月在此刻气质发生了翻天巨变，她不再是那个娇妻，而是俯瞰众生的剑仙。手中的柳枝划过一道惊艳完美的银色弧线，没有凌厉波动，却让周围空气荡起肉眼涟漪。它宛如一只在月下翩跹起舞的孤傲惊鸿，落叶被剑意卷起，在半空极其诡异的旋转，月光仿佛被它牵引，化作银色薄纱披在身上。这种绝美震撼的感觉简直是倾国倾城。此时一直守在门外的剑无痕惊恐睁眼，他那柄紫电飞剑竟然在剑匣里疯狂震颤，这不是兴奋，而是极其卑微恐惧的臣服。整个小镇上所有的铁器此时都指向了别院，剑无痕吓得冷汗直流，当场跪倒在院门外。他以为是我这位绝世大佬在里面展示剑道，而躺在摇椅上的我此时也已经彻底看呆，手里那杯滚烫的灵茶洒在裤裆上也毫无察觉。在极致的经验过后，我那网纹大脑开始运转，我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恐怖的盲点。一个连引气入体都没达到的病弱凡人，怎么可能凭柳枝就极其平滑地切开落叶？这绝对是无需灵力就能杀人的无上剑意。而且他刚才那一瞬间的眼神极其淡漠，那仿佛看天下苍生皆为蝼蚁的帝王之眸，让我顺着脊椎骨直冲天灵盖泛起一股寒意。血煞门的覆灭，还有真龙被吓成泥鳅的怪事，如果这些都不是我觉醒了什么牛逼外挂，而是因为这个恐怖大佬一直就在我身边，我的心脏开始极其剧烈地撞击着胸腔。难道九幽女帝根本没废，修为全是装出来的？想到我这些天在他面前极其嚣张的装杯，还强行给他做推拿，甚至泼冷水降温，我感觉自己是在阎王爷的生死簿上蹦迪，但我还是强行压下内心恐惧，准备试一试。此时楚清月优雅收剑，再次变回柔弱模样。她极其后知后觉地发现刚才有点太招摇，她红着脸问我是不是练得极其笨拙好笑。我没像往常那样浮夸地冲上去抱住她，而是极度深邃地看着她，让她笑容瞬间僵硬。我极其缓慢站起身，一步步走到她面前，我死死锁定了她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问道：“你刚才切开落叶那一招叫断沧海对吧？那是九幽鹿神剑诀的第3式，我没认错吧？”楚清月的瞳孔在这一刻骤然收缩到了极致。九幽鹿神剑诀可是她身为女帝的独门绝学，这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叫出这一招的名字。她那万年不剥的地心此时剧烈震颤起来。其实我哪里懂什么剑法，全靠网文名字瞎编。可看到她这副反应，我知道自己彻底石化了。她真的没废，这一直以来都在把我当猴耍。我心中涌起一种被智商碾压的极致耻辱感。原来闹了半天小丑竟是我自己一个人。我一把捏住她光洁的下巴，强迫她直视我。我问她这样装废人看我装傻是不是很好玩？看着我为了你跟全天下人拼命是不是很逗？我的声音极其沙哑，带着质问也带着心疼。楚清月看着我通红的眼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她从未见过这种状态下的我，让她不知所措。她原本可以一掌拍碎我，却在此刻满眼慌乱。夜风吹乱了我们的头发，让气氛压抑到极限。我自嘲一笑，松开手，转过身不想再看她的脸。我说既然你是无敌女帝，那这些年算我多管闲事。明天一早咱们就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各走一方吧。就在我准备迈步离开这个令我窒息的庭院时，楚清月却突然从身后死死地抱住了我的腰。她哭得梨花带雨，说夫君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她卑微地哀求我别走，说她真的不能没有我。这一刻整个北域的天空都因为她的悲伤而变色，雷声轰鸣，大雨毫无征兆地倾盆而下。剑无痕在门外吓得肝胆俱裂，差点直接断气。他感受到了一股要毁灭世界的恐怖悲意。我僵硬在原地，感受着背后传来的体温与泪水。原来这位杀伐果断的女帝也有如此脆弱的，但我心里还是憋着一股火，
觉得自己被骗惨了。我问他既然没废，为什么还要让我去冒险？他抽泣着说，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看到我的真心。他说他贪恋这种被人毫无保留护着的感觉，3年来只有我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女子疼爱，而不是那个高高在上让人敬畏如神的木头。他宁愿自己真的是个废人，能一辈子躲我身后。听着他这些掏心窝子的表白，我心软得一塌糊涂，但我面上还是冷哼一声说，那也不能一直骗我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了给你降温差点把扇子抡飞？清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紧紧贴在我的背上。他说那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厉害的降温神功。雨水打湿了我们的衣服，却让气氛变得极其温情。我转过身擦干他的眼泪说，下不为例，听到了。他极其乖巧的破涕为笑，对着我重重点头。既然马甲已经掉了，那他也不打算再藏着掖着。他说夫君，既然你喜欢玩这种言出法随的游戏，那本帝以后就专门负责在背后给你当特效师。你想让谁爆炸，我就让他连神魂都找不回来；你想让天际城下雪，我就让整个北域银装素裹。这种夫唱妇随的无敌模式听起来似乎更爽了。我捏了捏他那通红的小脸说，这还差不多，明天咱们就去把那个林家和药王谷彻底抄家。既然有这么大的马甲不用，那简直是浪费资源。就这样一个敢吹牛，一个敢兜底的组合正式成型。从此北域多了一个整天叫嚣言出法随的疯子，也多了一个在背后默默为他毁灭世界的女帝。剑无痕在门外听着里面的欢笑声彻底沙哑，他心想这两个祖宗到底在玩什么高级情趣？不管了，反正抱紧大腿这辈子肯定能成仙。雨过天晴，月光再次洒满了这座安静的别院，而我们的传说才刚刚从这一晚真正拉开序幕。我捏着楚清月的下巴问她是不是九幽女帝，装成废人看我像个傻逼一样演戏，是不是很好玩？我的声音极其沙哑，带着浓烈的自嘲与心痛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硬生生挤出来的。捏着她下巴的手指因为用力过度而微微泛白，即便心如刀割，但我依然极其本能地控制力道，生怕在这个时候会因为愤怒真的弄疼了她。夜风拂过庭院，吹落了几片枯黄的柳叶，时间在这一秒仿佛彻底凝固在这一处空间。楚清月听到九幽女帝4个字时极其剧烈的震颤，那是她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名为恐慌的情绪，这种恐慌比道心崩塌还要让她感到彻底绝望。她慌乱地伸出那双原本握剑的冰凉玉手，极其卑微地抓住了我那略显粗糙的手腕。她带上哭腔求我听她解释，说真的没有把我当傻子。那双深不可测的眼里极其罕见地蓄满了泪水。我猛地松开捏着她下巴的手，痛苦地后退半步，自嘲我一个练气期废物的言出法随实在可笑，甚至还在你面前用冷水泼你，甚至用蒲扇降温。一想到前些天的自作聪明，我就觉得自己像个智障。我越说心里越赌气，他骗我也气我自己太蠢。楚清月的心脏仿佛被极其残忍的利刃狠狠绞碎，他不顾一切扑进我怀里，死死地环抱住我的腰。他说我没觉得好玩，求我别走，也别用这种眼神看他。曾经杀伐果断的女帝，此刻哭得像个无助的小女孩，泪水汹涌而出，瞬间浸透了我胸口的衣襟。感受到怀里娇躯的剧烈颤抖，我心里软了一半。我生硬地让他放开我，并把所有话都说明白。他固执地摇头，把脸埋在我的胸口，哽咽哭诉。3年来，他把最好的天才地宝都捧到我面前，可原主那个畜生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一次，还嫌弃他是不懂风情的木头，甚至把他当工具。当初魔族围攻时，他心被伤透了，只想借机求死，假装修为尽失，只是想看看我会怎么抛弃他。只要我把他交出去，他就能彻底太上忘情。听到这剖心泣血的真相，我大脑瞬间嗡嗡作响。原来他根本不是钓鱼，而是在给自己找个死心的理由。浓烈的愧疚感和心痛瞬间淹没了我的所有愤怒。他抬起满是泪痕的脸庞，眼底满是贪婪的深情。他说当我为了他山飞照明，甚至挡下一剑的时候，他那颗死掉的心竟然因为我而重新跳动起来。他贪恋我熬的粥和我背着他时的那点体温，他怕真相揭开后我会变回那个冷漠的人渣，所以他自私的配合我演戏，只是不想失去我。这位无敌女帝卑微祈求我打他骂他，但别不要他。我彻底破防了，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冷血的畜生。他不仅没把我当猴耍，反而是把我当成唯一的光。我猛地伸出手臂，极其霸道地将他揉进怀里。以前的陆渊已死，现在我是你一个人的夫君，不管你是病弱妻子还是无敌女帝，我都只要你。既然你已经骗了我，那就给我老老实实骗一辈子。楚清月狂喜的破涕为笑，笑容让天地都黯然失色。他动情地踮起脚尖，主动印上了我的双唇。那一瞬间，电流贯穿全身，是极致的双向奔赴。我强势的反客为主，狂热回应着这个吻。月华如水照在这对紧紧相拥的璧人身上。此时她只是个沉溺在爱人怀里的小女，这个吻洗刷了所有隔阂，让两颗心紧紧相贴。我得意的笑说，收编了修仙界最强满级大号，以后老子这软饭必须要硬生生的吃上一辈子。楚清月娇羞的白我一眼，说让夫君吃上一辈子。就在气氛甜到发腻的时候，天空爆发出恐怖巨响，苍穹被徒手撕开了一条长达万丈的黑色裂缝，血眼魔尊在裂缝中叫嚣着让我交出地心，还威胁说要留我这个凡人夫君一具全尸。我极其淡定的掏掏耳朵，对着裂缝极其不屑。我跟老婆说这傻逼声音太大了，吵到我眼睛了。楚清月温柔的亲我侧脸说，让夫君在这里稍后。他看向天穹的眼眸化作了暗金色的恐怖深渊，等我去拔了他的舌头，再来伺候夫君安歇。当着全天下人的面，我让半步渡劫期的魔尊给我老婆下跪认错。见此，所有人都在笑我是个不知死活的练气期软饭男，可他们殊不知，我老婆根本不是什么修为尽失的废人，而是能一剑封天镇压万古长河的九幽女帝满级大号。前世我被这个狠毒的魔尊当成蝼蚁，随意碾碎了神魂。如今我重生归来，不仅成了女帝最宠爱的小娇夫，还要在这末日降临之际亲眼看我老婆是如何护短的。我永远忘不了前世她为了救我导致本源破碎的场景。那一刻我发誓，这一生一定要让她成为最幸
幸福的女。如今魔尊再次带着万丈裂缝降临在天极城的上空，他扬言要撕碎我这个凡人，还要夺走我老婆的地心。就在前些天，我拉着老婆的手，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存。面对着遮天蔽日的黑色魔气，我甚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，因为我知道真正属于我们的无敌时刻现在才刚刚开始。且看我如何靠着软饭硬吃，让全天下的宗门都俯首称臣。只因为天极城的上空突然裂开了一条万丈长的缝隙，那漆黑的空间裂缝犹如巨兽之眼俯瞰着这方天地，滚滚如墨的魔气化作黑色瀑布从9天之上倾泻而下。半步渡劫期的恐怖威压在这一刻犹如实质的大山，毫无保留地砸在天极城数百万修士和凡人的头顶。城中无数低阶修士根本承受不住这等蔑视的压迫，他们双膝一软，绝望地跪伏在地，甚至连呼吸都停滞了。整座城池瞬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末日恐慌之中。人们哀嚎着说，北域的天这下子是真的要彻底塌了。血眼魔尊那庞大的燃烧着血焰的魔影在裂缝中浮现，他那双犹如血月般的魔瞳精准锁定了我们的小院。他极其嚣张地狂笑着，让我老婆交出那9幽地心，否则他就要屠尽全城，还要把我这个夫君撕成碎片。这狠毒的话语在天空中回荡，让无数人感到绝望。可坐在院子里的我不仅没有半点慌张，甚至想笑。我太清楚怀里这个柔弱的女人到底有多么恐怖了。我极其淡定地搬起一把竹制摇椅，摆在庭院中央。在魔尊错愕的目光中，我大摇大摆地躺了上去。我还顺手端起一杯残茶，姿态极其慵懒地抿了一口。我说，老婆，天上那个乱叫的乌鸦实在是太吵了，他不仅打扰了咱们的2人世界，还敢威胁你老公。你去给他个痛快，顺便让全天下看看你是谁的老婆。既然马甲已经掉了，那老子今天就要把软饭吃到底。楚清月听到我这极其嚣张的指挥，却露出了微笑。他那倾国倾城的笑容里带着一丝危险到极致的杀机。他温柔地对我微微欠身说了一句：“妾身遵命。”下一秒，他转过身，面向苍穹的那一瞬间，气质突变，沉睡了3年的无垢地体本源犹如火山般轰然炸裂。天地间突然响起了极其宏大古老的大道梵音，那是这方天地的法则在极其卑微地迎接他们的主人。楚清月抬起玉足，极其随意地向着虚空踏出一步，一朵璀璨的暗金色大道金莲在他的脚下凭空绽放。随着他这一步踏出，身上那件单衣瞬间化作星芒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件极其霸道华丽的暗赤色地袍，绣着9幽神皇的地袍在狂风中猎猎作响，威严无比。3000青丝肆意飞扬，一顶紫金地冠凝聚在他的头顶。他踏出了第2步，整个人已经凌空来到了城池上方。那一身地境气场让魔尊的威压像残雪遇到烈阳，嗤的一声，那些黑色魔气瞬间土崩瓦解，消失殆尽。城中数百万修士震撼地抬头看着那道无敌的地影，有人尖叫着说，9幽女帝不仅没废，反而变得更强了。这等压塌万古的地威，比3年前全盛时期还要恐。大帝没有抛弃我们，北域的守护神终于彻底归来了。无数修士激动的热泪盈眶，朝着天空疯狂叩首。裂缝中的血眼魔尊此时脸上的狂笑彻底僵硬了，他感受到那种超越天地极限的法则让魔魂颤栗。他惊恐咆哮着问：“你怎么可能踏入那无上之境？”他终于明白自己今天踢到的不是铁板，而是界王杯。这位不可一世的魔尊极其果断地燃烧了魔血逃命，他转身就朝着那条万丈裂缝的最深处疯狂遁逃。楚清月眼眸中没有任何感情波动，只有纯粹的杀伐。他说：“敢扬言撕碎我夫君的人，绝不能留下一丝神魂。”他缓缓抬起右手，没有祭出法宝，也没有复杂结印，只是并拢食指与中指，极其平缓地向前方一挥。那一招名为断沧海的剑诀在指尖无声无息剥落，极度纯粹耀眼的金色剑光瞬间吞噬了整个北域。遮天蔽日的黑色魔气在剑光面前薄如一张脆纸，时间与空间在这一剑面前都失去了所有的意义。正要逃入魔界大门的血眼魔尊身体诡异地僵住了，他艰难低头看着自己坚不可摧的魔躯多了一条金线，连惨叫都没发出，就炸成了一团绚烂的金色光晕。堂堂魔尊形神俱灭，连轮回的资格都被彻底斩断。那道剑光去势不减，极其霸道地斩在魔界大门上，那扇让修仙界头疼万年的裂缝发出不堪重负的悲鸣，最后被强悍的地境法则硬生生地彻底缝合封死。一剑斩杀魔尊，一剑封锁魔界，当真是霜寒14周。整座天极城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落针都可闻。所有人都在这无敌的姿态下失去了说话的能。楚清月傲立于9天之上，霸气席卷了整个大陆。他那极其清冷霸道的声音传遍了每一个角落。他向整个修仙界宣布，自己9幽女帝已经回来了。这句话让全天下那些想分一杯羹的老祖瞬间胆寒。他的目光缓缓扫过大地，带着让人神魂俱灭的杀意。他问，是谁在这3年里背地里辱骂过他的夫君？是谁在暗中觊觎过他的地宫？都该在此刻清算。他当众立下法旨，向全天下宣告我对他的重要性。他说，我是他此生唯一挚爱，也是地宫的男主人。从今往后，见我就如见女帝。谁若敢对我有一丝不敬，哪怕是掉了一根头发，也要被涂满门灭九族，还要把神魂贬入冥火，永世不得超生，受尽折磨。伴随着法旨降临，全城数百万修士齐刷刷跪倒，恭迎女帝归来的欢呼声像浪潮一样震动了天地。别院外刚才被吓晕的剑无痕醒来后，开始疯狂磕头。他哭喊着说，给女帝的男人当车夫是宗门的造化。而我躺在摇椅上喝着茶，极其满意的叹了一口气。我心想着9幽女帝亲自喂到嘴边的软饭确实太香。我看着天空中那个为我一人撑腰的无敌妻子，心里想的却是接下来该去哪座宗门继续吃大餐。这种被满级大佬带飞的感觉简直是爽到了灵魂。从此以后，北域只会出现一个最豪横的凡人帝君，这就是我陆渊软饭硬吃的最高境界与封神之路。